听一下 Limi 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这首歌是我很久之前在 Spotify 给我推荐的一首歌，然后至此我就把这首歌保存在我的歌单里头。应该是我在同一时期也听到了克拉奇，好像还有那个坏特，然后就一直在循环这几位的歌哈。因为我除了 hip hop 以外，我最爱的 R&B 歌手，或者说这种 alternative R&B 的歌手，应该就是 The Weeknd。 我是从 Weeknd 在地下 mixtape 时期听到了最主流，到现在直到他现在巅峰期感觉已经过了，然后我就是属于是 Weeknd 的死忠的听众吧。我就一直在华语世界里头找，就是有很独到的很不一样的 R&B 的声音，或者说流行歌手的声音，它就一定要很独到，一定要很不一样。我觉得克拉奇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独到的一个乐团。听一下吧，听一下这个 Limi， 应该 Lee 是这个 singer 这位女生，然后 Me 是他们的 producer。 他们在就是 YouTube 上头好像最近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我也没有看到太多的访谈，如果大家有的话，麻烦在 comments 给我放一下连接。我小时候是用过这种类型的手机的哈，真的很复古诶。当你入眠，我才正要开始想念。晚安前，复习今天的字里行间。一个人搞了这两个人。看这个 MV 的质感、调色、滤镜、拍摄，一些小小的桥段，跟这个歌手本身想传递的意思和这个歌词还有腔调唱出来的东西就是很 match。 我有时候听，比如说我们最近听的一些 Cypher， 或者说比如说其他 rapper 的一些东西，其实你就会觉得 MV 和歌词或者歌词跟这个人都有脱离的感觉。我觉得 Limi 就把所有的一切融合的非常好。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基本上可能已经判断他的 MV 是这样的了，他的嗓音也是这种有点给你娓娓道来。我是在目前还没有听过同类型的这种是不是叫 chill pop 或者说 chill R&B， 华语世界里头可能也有哈，我听的可能R&B 的歌不够，如果有的话大家给我推荐一下同类型的R&B 歌手或者团体。走在一起的画面多耀眼，一遍又一遍，直到太阳碎年，没有人心疼你熬整夜。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最想念的人怎么总是梦也梦不见？这个 beat 后头那种不知道是气泡还是那种太空的那种音效，就整个听起来很空灵。你的夜晚是不是我的白天？每通电话都是未接来电，永远听不见。对，好像是电话拨通的那种声音，但是给我一种在太空的感觉。这 MV 拍的也很美，我觉得主唱的颜值也非常好。永远听不见，永远听不见。终于在听了这首歌很多年之后，现在把脸搭上了。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看过这个 MV。应该是这个 producer。听不见。
爱正要开始想念。早安前，我能做的也只剩想念。刚才那一小段差不多20几秒，感觉它的那个 beat，就是结构突然变简单了。我不知道在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说哈。我最近有看那个美国的那个 beat maker Southside， 就是给 Gucci Mane 还有 Waka Flocka 做歌的，他就说就是做 beat 或者说给流行还是说rap 做伴奏的时候，简洁就是王道。刚才那一段就恰到好处，因为感觉他的那个情绪也下来了，然后可能就是在为了后头在铺垫。细数你所有的优点，渐渐确定你依然在第一名蝉联，直到黎明曙光透过窗帘，残忍的刺伤了我的双眼。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最想念的人怎么总是梦也梦不见？你的夜晚是不是我的白天？每通电话都是未接来电，让人听不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就会给我那种很地下 R&B 的感觉。我可能是因为他的 MV 里头也是走自己的那种对美的理解，对这首歌歌词的理解，而不是整一些很华丽的东西，很多的特效，很多的一些不相关的一些成分或者装饰，所以这首歌整体性就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娓娓道来，从歌词里头还是可以听得出来有情绪的变化，就是浑然天成的一首好歌。让人听不见，心里让人听不见，听不见，然后又把那个电话丢到水里，就是还是美归美，色调调色都很漂亮，但是它这个 MV 也是有一定逻辑性的。让人听不见，就算只有一点点。好听耶，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哈。如果大家有同类型的歌手，或者说 Limi 有其他好的作品，也可以推荐给我哈。